乱世兵子，贱命一条，自家死了也便死了。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，父母宗众，又有何辜？官家所言，实非人臣所能预闻。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，受官家恩惠，委以节款。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，臣等从一死，不从一死。官家因为动静万里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。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。陛下，诸将并无悖逆之心，翌日纵有差池，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，有生杀人才之权，故得宵小挟持，盖非出于本心。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使，职衔差遣，齐海国还乡终老。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，齐海谷归乡终老。臣等请辞齐海国归乡终老。陛下既然要削藩，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义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？如此朝廷大政，陛下却不能行以公信。不要说天下藩镇，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？司马普，不要不知好歹，凡事都有经有权，大话好说。要真做了实事，那必然有先有后，有易有难，先易后难，此乃世之常地也。笑话！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，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。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，若事事按世之常理，陈乔义中，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？司马普，你不要太放肆！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。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，欲创太平安定之势，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劣。魏征传有言：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。欲正人，先正己；欲削藩，先治朝风；欲治前朝旧臣，先治故交旧部。近者尚不能理，况疏者乎？若先治了故交旧部，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，靠谁去削平？难道靠先生这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？陛下如果行事以公，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？依先生所言，那5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，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？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，为何又要反李从珂？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，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？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，不曾见到天下太平，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4个字。太平之事，行政当轻。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陛下若终结此事，欲把天下藩镇，欲使四海归于，欲治九州太平，如果靠杀人，是做不到的。司马钦的史书懂得比朕熟，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？前人或有不足，当陛下使之。凭什么？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。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，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。臣是太平之君的枢密承旨，做不得这乱世之贼的签书出名院士。他言
只有黄道。罪前王全斌，觐见陛下。赵相公，陛下，他的罪你定了吗？经两府合议，中武军节度使、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，违例约束，专杀降兵，擅开公堂，致群盗之充斥，以致在牢吊发，方获平民，继命悬归，而衔冤之诉，日拥国门，称其隐没金银、西域、钱帛16.700余贯，又擅开丰德库，致失钱28.2千余贯。王全斌，听明白了吗？顾福生，罪该万死！万死能赎你的罪吗？当知何罪，两府各有所议。王某死罪，当以折刑，夷其族，妻女发卖于教坊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罪无可恕，死于朝来，陛下，陛下，唯愿陛下天恕国臣的家人及诸众。恕？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？西蜀之地10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多少人死于盗作，多少人家财一空，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？朕今日若恕了你，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，又有谁来恕他们？以你之罪，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，朕便恕了你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讲。司马普，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。若以残民论，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。但臣想说的是，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，非王某一人之罪。若论有罪，今日帐下人人有罪。非止如此，200年来，历代君王、公卿、大臣、节镇、将校，人人有罪。哎，你是昏了头了，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200年之乱世，200年之滥杀，200年的兵子横行，200年之鱼肉百姓，200年之故事如此，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。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，今日杀了王某一族，臣无话可说。若陛下不能，臣纵万死，也要明奏君前。今日有罪者，非王某一人也。一儿所言，那朕也有罪了。陛下趁乱世之丧乱，以兵子而为天子，岂曰无罪？陛下，此乃狂言谤君，有大不敬之至，有司当论一罪。陛下，此辽咫尺剩余，无人陈礼，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朕自带兵以来，自问行事或有层次，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。以兵子而为天子，亦非朕之所愿。你以此罪朕，良心何安？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，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赏，可有陛下之心？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。道德经有言：“受国之垢，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为天下王。”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公一人。
那这帐中人人有罪，你自家也立于帐中，你也有罪吧？臣既生于乱世，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，岂可曰无罪？臣曾谏言陛下，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，而是这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200年的公罪轮回。欲消太平之事，当治太平之法。好，你告诉朕，何为太平之法？以王某之罪，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3章，也该死1万次了。自古杀人易，诛心难。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，残民之举，陛下诛之，谓之正法。于成平之事，必有益于世道人心。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乱世杀人易，不杀难。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，削平藩镇，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。待陛下杀人杀官，带着满朝文武、朝野上下、天下黎庶，看陛下杀人杀官了。杀人即为天下法，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，何在呀？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，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。臣生于乱世，曾为节帅募兵，现又立于朝堂之上，臣便是有罪之。臣就此辞别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珍重。官家听，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事。快去禀报官家！快去禀报官家！
干了。陛下，朕承天下隶属以万死之罪，当酬9州民人以圣上之事。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，则授崇义军节度，观察有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久不见了啊！坐这儿啊！时至隆冬，官家以金节将臣等悉数召入京师，可是有心大兵之意。诸位兄弟，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？15年前的今日，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，杜重威据河北而降，庄彦泽兵逼击府。石家天子吓破了胆，已把大火烧了尽中。朝野之上，人人惶惶不安。以冯令公之贤，桑相公之智，已不得不忍辱负重，屈膝为臣。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，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喝风吃雪，一城下寨，与庄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10日有余。彼时，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，岂曾想能有今日乎？官家乃真命天子，六神护体，诸邪不侵。当年跟着官家，纵使在万军中穿插7、8个来回，仗义这残民之贼，领着一帮乌合之众，又能奈我等何？把东西拿来。来。昔日在陈桥，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，朕方才能有今日。这些年，朕不止一次的想，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，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？官家有福，我等兄弟亦出力不浅。你为了什么呢？官家臣命气运，天命有违，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？这是刘令公的节旗，朕亲手扯下来的，又将它奉予了郭令公，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，前右之面，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。在陈桥，众兄弟将它又披到了朕的身上。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，也发了财，绝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。臣等蒙官家天恩。狗屁天恩！朕做的是天子，是万民之主。与朕相比，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？你是做了史相的，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，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。兄弟们与朕良多，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。官家言重了，臣等不敢。官家言重了，臣等不敢。今日，朕无以报众兄弟。那这面道旗，大家轮番披上一披，全当富贵共与之。来，官家不可！万万不可！官家，来！臣等不敢！臣等不万死！一面破旗子罢了，值得什么呀？有什么万死不死的？臣等不敢！臣等不敢！
朕今日欲给尔等批，尔等拒言不敢。那一日，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，尔等不敢也罢，不愿也罢，还是都不得不批了吧？如刘令公之于太原，如郭令公之于澶州，如朕之于陈桥驿。臣等万死，亦不肯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臣万死！罢了吧，朕是过来人，又有什么不知道的呢？批与不批，又岂是自家说了算的？昔日在陈桥，朕若执意不肯批，即便尔等不为以身，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？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，岂是尔等一句不批，便能不批的？乱世宾子，贱命一条，自家死了也便死了，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、父母族众，又有何辜？官家所言，实非人臣所能预闻。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，受官家恩惠，委以结款。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，臣等从一死，不从一死。官家因为洞见万里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。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。陛下，诸将并无悖逆之心，翌日纵有差池，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，有生杀人才之权，故得宵小挟持，盖非出于本心。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职衔差遣，齐海国还乡终老。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，齐海谷归乡终老。臣等请辞，齐海谷归乡终老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，一个个的，何以至此？臣等受官家恩惠，甘愿请辞，请官家明知。臣等受恩心怀深重，甘心请辞，请官家允之。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？赵相公告诉朕，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蒋济在《万纪论》里有所表述：三皇观天下，五帝家天下。皇帝尽三五之德，故曰官家。官家便是天下。朕为太尉时，与尔等皆为兄弟。如今朕做了天子，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。朕不能负尔等，亦不能负天下人。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？今天下400军州，有节度使名号75。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班列序。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，位列首班；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军节镇，位列末班。国朝制度，宰相1岁的料俸是3600名，节度使名为尊位，每岁料俸较之宰相增业1200名，那便是4800名。也便是说，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1岁的料俸就是4800名，自使每进1班，增岁俸200名。那归德军节度使的料俸是多少19000，
600名。可称得富贵否？此富贵已极，臣等叩谢官家。臣等叩谢官家。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，臣等不敢见其好。若归德军缺职，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，岁俸19400名。此富贵已极，臣等叩谢官家龙恩。臣等叩谢官家龙恩。好，自今日起，节度使的金节、开府、闭关、赋税、行杀诸权，朕便以这般的富贵，自诸朕兄弟的手中，替朝廷，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。官家仁德，开百岁未有之心，真太平天子也。官家真太平天子也。